那些为美国卖命的人如今绝望了，拜登一句话恐引发盟友集体叛变。乌克兰率先打头阵，罕见对华大唱赞歌，他们认清了什么？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我们知道，在中美对抗中，拥有众多盟友被认为是美国在同中国竞争过程中的一个显著优势。但是遗憾的是，美国并没有好好的经营这一巨大的盟友关系。我们来看看那些曾经为美国卖命的人的现状，就可以轻易得知。日前，美国总统的阿富汗之行引发了世界极大关注。我们知道，自从美国宣布从阿富汗撤军之后，阿富汗国内的局势就变得日益严峻。当年，美国以反恐为由出兵阿富汗，但是在这20年间，美国非但没有遏制住这一恐怖势力，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加剧了阿富汗国内的局势。而眼瞅着局势越来越难以控制，美国就开始拍拍屁股走人了。正是这样不负责任的行为，让那些曾经在阿富汗为美国卖命的人陷入绝望。据消息介绍称，一位曾经在2004年至2007年间为美军担任翻译的阿富汗人阿米恩，现如今正遭到塔利班的威胁。早在美国还没撤出阿富汗时，其就曾经遭到来自一些恐怖分子的威胁警告。那么可想而知，一旦美军完全撤出阿富汗，这些曾经为美国卖命的人，不就如同砧板上待宰的鱼肉吗？对于这样的惨状，美国并没有表示丝毫的歉意。拜登在会见阿富汗总统时表示：“你们需自己决定国家的未来。”言外之意似乎是将自己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尽管其声称会继续对阿富汗的援助，但是这对于缓解目前的阿富汗局势而言，无异于是杯水车薪。不得不说，拜登太狠了。美国的这一做法，实实在在的将美国对待盟友虚假、冷酷、无情的一面展示出来了。在美国眼里，所谓的盟友不过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棋子罢了。而在看清了这一幕之后，乌克兰率先扛起了反抗的大旗。日前，乌克兰外交部撤回了反华声明联署，并对中乌关系大唱赞歌。我们知道，在马达西奇事件之后，中乌关系一直处于十分尴尬的状态。另外，从其不断重申加入北约的心愿来看，乌克兰长期以来都甘心充当美国的附庸，并跟随美国步伐对抗中国。但是现如今美国的做法或许让乌克兰看清了，一旦乌克兰毫无价值之后，美国就会将其一脚踢开。如果这个时候乌克兰再不识好歹的得罪中国，其在世界上的生存境况将会变得举步维艰。可以肯定的说，在看清了美国的真实面目和明白了中国在当今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后，美国盟友们将会开始一场集体叛变的浪潮。德法提议重启欧俄峰会被否，欧洲要变天，为何我国人建议德法另起炉灶？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默克尔和马克龙最近被自己人打脸了。在美俄峰会后，德法显然意识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欧洲应该有自己的意见，不能再跟随美国做美国的小尾巴了。于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最近举行的欧盟峰会上呼吁重启欧俄峰会，把对俄关系的改善又提上了议程。但很可惜，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如默克尔期待的那样走出更大胆的一步。尽管如意大利、奥地利等老欧洲国家表示支持，愿意和俄罗斯举行欧俄峰会，但如波兰、立陶宛等新欧洲国家就表达了坚决反对的态度，指责德法在发出错误的信号。德国和法国作为欧洲国内当之无愧的大国，所提的倡议被欧洲其他国家给打了回来。有美媒甚至称这是对默克尔和马克龙的羞辱。当然，说羞辱还是显得夸张了些，但的确是让德法感受到了难堪。那些新欧洲国家如波兰、立陶宛等，相比亲近欧洲要更亲近美国。即使从地理位置上，这些国家离美国是如此的遥远，这次反对有外界揣测应该是由美国在其中指使的缘故。俄欧关系如果缓和了，欧洲大陆如果没事了，那美国就少了个光明正大的借口去干涉欧洲事务了。对这种情况，美国怎么可能接受？除了可能受到来自美国方面的阻碍，德法作为欧洲大国，说话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好使了。欧洲内部已经越来越松散了。在英国脱欧后，欧盟内就只有27个国家了，27个国家就有27个想法和27个不同的立场。而欧盟在设计之初，出于民主的需要，对如税收、外交等在内的重要决策都是采用一票否决制。好处当然是可以照顾弱小的国家的需求，坏处也很明显，只要有一个与会国投反对票，欧盟就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决策，从而也没有办法向外界传达一个一致的有效的意见。针对欧盟这种情况，就有中国网友评论道：德法应该另起炉灶。我国俗语有言，少功多了打翻船。如果德法等国真的想让欧洲走上自己的独立道路，不做美国的影子，就得摆脱其他小国家的影响。美国在欧洲埋下了太多的钉子，欧洲本该是欧洲人的欧洲，但因为美国已经逐渐变成了美俄角力的工具。
不过，另起炉灶说起来简单，做起来还是有很多的困难，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但德法可以先以自己国家的名义和俄罗斯会谈绕开欧盟，虽然没有以欧盟名义去谈来的名正言顺，但好歹也能缓解一下压力，总不能真的如美国愿，让欧俄关系继续僵持下去。中美人才争端战或已过转折点，为何说美国多方面难以获得优秀的中国人才？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自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眯眼时装秀被广大网民广泛批评，现在到了清华大学毕业典礼，被网友评论别去美国，去了美国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等等，对往届清华毕业生大量留学却不回国发展，留在外国移民的行为表达愤慨。网民们对中国以前优秀人才流失，并在外国，尤其是美国高科技甚至军工工作极为不满。现在中国社会认识到，中国最优秀的大学生毕业不能去美国就不回来，只为美国发展。美国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世界优秀的移民人才。根据报道，中国有几万人在美国硅谷工作，美国各大军火巨头都有不少华人工程师等等。美国以前在政策层面还大放厥词，要和中国竞争中国的优秀人才。美国靠着比中国有钱1倍才敢说出这句话。中国人才争端战或已过转折点，随着中国在多个领域取得进步，甚至已经反超美国，还是坚持留着国内的一大批人才，也有在国外学成归来的爱国人才一起共同努力的结果。一旦中国在一些领域反超美国，这些领域美国就难以吸引中国人来参与了。毕竟中国在这些领域投入、基础研究、实验条件等等多个方面都更优势。举些例子，在5G 通信领域，全地球都知道华为是龙头，所有中国学习通信技术毕业生都向往华为，而美国在4G 通信都没有多少贡献，在5G 简直是透明，所以美国就难以吸引中国人才去美国搞5G 通信。在航天技术，中国在20年内完成了载人航天、登月并采样、登陆火星、空间站建造等举世瞩目的成就，而美国年年宣布这宣布那，到现在还是没办法重新载人登月，而且航天投入只有军费开支的1%都不到。中国学习航天的人才自然优先选择进入中国的航天企业，不会考虑美国连吃老本也消化不良的太空总署。人才争端战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争端战，赢者通吃，输者沉沦的零和残酷竞争。中国的优秀的毕业生每年就只有那么多，中国获得多了，美国获得自然少了。何况这些中国毕业生一个都不去美国也是合理的。然而，美国真的就缺中国的优秀人才？根据美国国内统计，在自然科学和工科理科方面，优秀毕业生以及行业高级人才，美国本土白人比例非常低。他们来自亚洲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才，尤其是来自中国的人才比例非常高。最后，不得不感谢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他任内曾经推动对中国留学生的审查和限制的法案，重点审查和限制的领域正是美国最为优先发展的高科技产业，而限制的理由是怀疑中国留学生偷了美国的知识。这样，美国从行政层面基本上放弃了与中国争夺理工科人才，而理工科人才正是一个国家的脊梁，几乎所有的大国重器都是这些理工科人才的作品。优秀人才是应该出国交流，比较不同的思想的碰撞更容易产生新的灵感。中国肯定继续支持人才出国留学。另一方面，中国也已经大力打造一系列吸引全世界人才的实验设施，提供高薪待遇以及广阔的发展舞台。中国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优秀人才来中国发展定居，把中国的发展和人才的个人发展紧密结合，实现双赢。而美国现在玩金融玩得挺好的，好好保持，以后所有高科技由中国来发展好了。